边专门有一个观景的小平台，你看珠江从这边一路向东而去，看看前面有很多大桥，解放路大桥、海珠桥一路开过去，前面呢就是解放桥，那我们就去到解放桥拐弯吧。这边各种各样的房子都有，有些是后来改建的，也有很多是当年就有的样貌。这里是海洞街市前社区，我现在正对的呢就是刚刚改造完的2栋建筑物的其中的一栋。嗨，大家好，今天趁着来广州办事啊，顺便就把车停到了沙面岛。自从沙面岛有了一个停车场以后呢，我觉得开车到沙面就变得非常容易了。现在我在沙面岛上开始骑单车，刚刚经过的是沙面岛上的一个基督教堂。我的右侧呢就是白天鹅宾馆，应该是中国第一家正宗的5星级酒店，当年是由霍英东先生投资兴建的，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这也是当年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那个年代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即便过了好几十年啊，现在的白天鹅宾馆已经发展成一个集团。这座屹立在三江汇流白鹅潭的5星酒店啊，依然光彩夺目。左侧是沙面宾馆，而我的右侧这片绿地啊，在过去就是江边了，那边呢可以望江，看到三江汇流的地方啊，景色还是非常之美的。但我今天呢只是路过一下沙面啊，或者我们等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再到沙面逛逛。今天我们就想趁着把车放在沙面，骑着我的单车呢在珠江边转转，等一会儿有可能呢就上人民大桥，这个人民路桥呢就可以过到海珠区，那边有一个同福西一个地铁站的附近，其实都是一片老城区了。为什么今天到那边去逛逛呢？是今天早上啊，就是每次在吃早餐的时候看到一个东方电视台它的一个节目啊，叫《梦想改造家》，正好是在同福西那边呢有2处旧改，应该是一个公益性的这种旧改方案啊，因为它就是把一些老城区的一些老房子呢，经过一些改建，就变成了一些更多的商业的用途的同时，又可以让一部分的居民回迁到改建后变得非常方便的居住的环境啊。大概就是这么一档节目，一般到了年底的时候呢，都会有类似这种公益的改建的节目啊，所以我们今天正好到了这个附近，这里应该是骑车可以到达的距离，就想到那个附近去转转。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个改建项目的地方，我们姑且到老城区去逛逛吧。
也感受一下广州老城区居民的生活的环境。好，现在呢，我们准备骑出沙面岛。这边有几个小桥连接外面啊。一出来呢，这边就已经到了人民路桥的桥底下了。我们准备在这边开车上桥。好，这边有坡道，可以推车而上。其实这边是有电梯可以上来的，好吧，已经上来了。我们就在这个骑行道上面走一走啊。我们现在这边看看江啊，这就是从山面出来人民路桥望下去的珠江啊。这边沿江路应该是最美的一段，残留着一些以前的旧的建筑物。这边专门有一个观景的小平台，你看珠江从这边一路向东而去，看看前面有很多大桥，解放路大桥、海珠桥一路开过去。这边呢是一个海关的旧楼，边上还有一些知名的建筑，以前的南方百货商店就在前面，在前面呢有一个爱群大厦，转过来呢就是海珠区了。我今天就是到对面去，就是靠江附近的地方去转转，看看那边的广东老百姓的旧的民居和他们现在老百姓生活的这种状态，当然也希望能够找到那两处正在进行改建的旧房子。好，我们走。就在桥上还有人钓鱼呢，你看。广州这个城市呢，大家称之为平民城市，相对而言它有点人情味，它没有管得那么严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广州看到这种电动车真的到处都是。虽然现在也在进行一些管理，但整体来讲呢，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他不愿意真正的去诊断人家底层老百姓的这种生活必须。好，虽然这边也有电梯可以下去，但我觉得我就推着车顺着坡下也没有问题。现在我已经在珠江的南岸了，从这边下去呢，到江边去走一走。现在我们已经在珠江的南岸了，等一会儿我再拐到我右侧的小街道里面去。我们现在珠江边上稍稍的骑行一下。今天天气不错，16、17度，出个太阳，不冷不热，天气非常适合于骑行。这里呢是海珠区啊，其实就是珠江的南岸这边了。虽然海珠区呢以前被称为工业区，但我想在这个江边这里啊，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这边是新石马路。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伟大的城市都会有一条知名的河流穿城而过，无论是我们去过的英国的伦敦，还是巴黎，这还是中国的很多城市，几乎都这样子。有了江就有灵气，就非常生动，而且古代的时候呢，江还是运输的重要的这个水路啊，所以很多生意交易都是要通过这些水道来完成的。虽然广州的珠江呢不是特别的宽，就两边的楼呢也没有那么的高，但毕竟呢也是100-200年慢慢建起来的一些临江的房子。我这边还是代表着广州的风物，广州的人情世故，还是值得到江边来经常走走，感受一下当地人的这种生活，觉得也挺好。而且最美的呢就是江边的榕树。这个榕树呢，因为享受着这边的气候，1年四季都常绿，所以它这个树冠非常的宽大，可以起到遮阴的效果。前面呢就是解放桥，那我们就去到解放桥拐弯吧。广州城市的发展呢也是不均衡的。以前虽然这条珠江呢经过很宽，但是要建座桥也不容易。正因为交通不便啊，这个珠江河的北岸和南岸的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江两岸的房子是完全不同的。北边的房子呢相对比较高大，而南边的房子呢大部分都比较低矮。这边呢以前发展之后，但是有很多老百姓呢还是生活在这边，所以他们只是要一张床，要一片瓦，有个锅台可以煮饭生活就好了。所以这边呢以前要求不是很高。住在珠江北岸的人呢是看不起这里的，也跟上海浦东浦西一样啊，就是您要珠江北的一张床也不要，
河南地区，就是珠江南边的一间房。那现在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大部分只要靠水的地方，都会慢慢的变成比较贵的地方。所以这边的老居民呢，因为看着这边将来的可能的发展，也愿意在这边住下去。要等待一次又一次的改造啊。现在我们在这边驻足观看一下，这个是广州市党史教育基地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上面画了一个五角星。那这栋房子呢，应该经过了修缮，显得鹤立鸡群啊，跟所有的建筑完全不同。这边已经到了解放路了，我就打算骑过马路到河南的老街区里面去逛逛。走了到珠江南岸的一条马路，这条叫南华东路。我记得今天早上看的视频里面，改造的房子就应该在南华路上，不知道是哪一段。我们就沿着这条南华东路往西骑着。这边各种各样的房子都有，有些是后来改建的，也有很多是当年就有的样貌，那已经显得非常陈旧了。这里也有断断续续的7楼，7楼呢是广州这种市区里面常见的老的建筑。你试试做一個氹啦！我行你個先頭，这条路上还通行着公交车，两边的这些房子呢，高低错落，新旧不一，应该在各个年代不断增建的一些建筑物。当然，到了这几十年呢，这些楼都比较高大，起的就比较看上去比较雄伟。下面呢有很多的是商铺。这边我也看到有电影院。总之，虽然是一处旧区，但是老百姓生活的这些元素基本上都有啊。现在去过宝港大道，继续顺着南华路，现在是南华东路，再骑乘。这里看到左侧也有一些片区在微改造，我相信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吧。这边原本是一条骑楼街，
请远离，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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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危险，请远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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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请危险，请远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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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车危险。危险！危险！请远离！危险！请远离！这个寺庙。看看有一个施工的大车在这边，我们就不进去打扰了。我看现在还有人兜售纸张的羊城晚报。我们来看看啊，这边又起了一些现代的高楼了，这已经有一部分的区域被置换出来了，就变成了一些现代的住宅区了。好，我们继续在这条南华中路上随着骑行。这里是海洞街市前社区。现在针对的呢，就是刚刚改造完的2栋建筑物的其中的一栋，虽然保留着骑楼的样貌，但是你看外面的新的油漆啊，和边上还是有所不同。下面呢是一个咖啡店啊，上面呢好像是集合型的住宅，但还不清楚什么人有资格搬到这里面去居住。这就是其中的一栋，我们在这边稍稍的欣赏一下啊。就这样的一栋房子，但这边的很多的房子都亟待需要改建、修复啊。我相信这个工程会非常之大。好，我们走到他跟前去看一看。这是卖一些广东特色的点心和饮料。这里是谢英台作为设计师设计的，应该还没有营业啊。这里的2栋的建筑物的旧改啊，一位就是叫谢英台的本地的设计师。他设计的一些房子我们以前看过，都非常的漂亮。还有一处呢，也是一位本地的设计师，是一位女性，叫梁秀敏。这名字看出来，这就是在广州出生的一位本地的设计师。我们再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设计的那个房子，应该相隔不远吧。从这条街可以看到呢，这种非常典型的广州西关的商业街道边上的房子，这种骑楼，怎么能够改造的让他们愿意在这边继续住下去？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呢，现在只能说做一些旧改的试点吧。静和里，我看这个小街道的名字，就跟上海什么什么坊应该都差不多的意思。前面就已经到了人民桥的匝道了，觉得我应该已经走过头了吧。
或者说没有找对地方。好，我们就在这边掉头再回去。这边是南华西路。这里是静和里，是一条石板小街，我想去到里面去看一看吧。这是老街的本地居民主要居住地方吧。虽然四周呢已经都被这种高楼大厦包裹起来了，但是毕竟还是有一片老的村地。这里也挺好的，搞了一个水池，这就是老的居民区了。其实都蛮有特色的。如果都属于自己的房子，每家人就是按照一定的规矩把它搞好的话呢，还是不错的。但可惜现在这些住民啊，跟以前的房子的主人或者他们后代早就不是一拨人了，这可能是改造最大的困惑。因为不是你的资产，那我想象很多人就没有这份责任心。空调、电脑、电瓶车、叫手机、热水器、微波炉、菜头、菜铁、某些小楼被改建成了一种共享公寓之类的。哦，这条小街道还蛮长的，我们继续骑一下。这边有些房子还保留着以前那种老砖呢，并且被贴上了什么历史住宅之类的。但是呢，也增建了很多，或者有很多是违建的，我相信已经乱七八糟了。但是这边还都是有路可去的，就跟我们小时候住的弄堂是一模一样的。虽然有时候做一些电视节目啊，搞一些什么微改造，就做一档节目，大家看看就好。但实际上对于这边密集的住在这边的住户来讲，就于事无补，或者说帮助不大啊。现在我又回到了南华西路上了。
我已经搞不清楚另外一栋改建的房子在哪里了。差不多我又回到了海洞寺门前了啊。那我们干脆这边有一条叫海龙街，走进去。前方有一间学校，应该是小学啊，同福中路第一小学。边上是一个叫兰亭寓园的小区，是新的楼房。很多老城区啊，基本就这样了，拆掉一小片，建几栋新楼。久而久之呢，就是新旧混杂。这边写着市前街区欢迎你，市前社区欢迎你，这就叫西霞街。周围都是一些旧房子，可以看出来最早的时候是1层还是2层啊。现在呢，楼上都加建了1层，或者是变成了一个大杂楼了。从那边转出来呢，又回到了海龙街路口了。刚好我就继续顺着南华西街再走一趟啊。如果找不到那栋楼呢，就拉倒了。今天其实就是找个理由让自己到老城区来逛逛啊，正好也是顺道，把车停在了沙面停车场，就骑上我的小单车随着走走。主要呢，就是因为今天早上看到了一档梦想改造家广州的2个旧改项目，就在这个南华西路啊。但是我只找到了一家，就是我现在走错的这一家，还有一家呢，我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也可能在一条侧街或者里面，要不就是改旧如旧，那我就不知道是哪一栋了。左侧进去是静和里社区居委会，你看啊，这边有很多烧腊店，非常本地特色的，还挺美的一片地方啊。虽然我只找到了一处改造的地方，但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的一段骑行，在南华西街这个道路上啊，悠闲的骑行一番。那今天呢，主要目的已经达成了，我们就把这一段的骑行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观赏，也希望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会有更多的视频在未来的时候跟你分享。
好了，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一段再见，拜拜。